我們的家已經住了11年，在和大自然親密相處的這些日子裡，我們不斷地學習和尋找可持續生活的方法，挖掘現有資源的更多可能性，善用每份資源，通過減塑，減少不必要的塑料廢棄，選擇節能的環保替代品，減少資源浪費，善用可用，創造可能，讓我們的家和大自然都越來越好。每年到這個季節，都能收到邻里互送的蔬菜瓜果。外婆剛送來一批她親手摘的。這些年，我家廚房裡的塑料製品越來越少了，慢慢留下來的多半是玻璃、不鏽鋼，還有一些天然材質。它們更穩定耐用，不容易用久發黃，也讓人少一點微塑料入口的擔心。好吗？浴室經常通風，保持清潔乾爽，就不容易發霉和異味。挑選日用品時，我會盡量避開含有塑料微珠的成分，少一點微塑料排進下水道。我習慣用替換裝，把原來的鴨嘴裝到新的替換裝上，就能繼續使用。用這種低消耗的方式代替不斷丟棄的塑料空瓶。每天用的防曬霜，我也會直接用替換裝，更換方便，容量也比普通瓶裝更實在。這些年，我們習慣了自己 DIY 家具，減少購買的同時，也方便了生活。面對高頻消耗的清潔劑，我也會做減法。洗衣液我習慣用大容量補充裝，一包能用很久。洗手液我也愛用大補充包，側面有空氣把手，拿着很順，少一點瓶裝廢棄，也省得頻繁補貨。日常維護上，我一直是預防勝過大掃除，把工具放在順手的地方，洗漱完就近用一點洗手液隨手刷一刷。平時把水垢和霉菌攔下來，後面就不用再靠強洗劑補救。因此，我家很少買各式各樣的清潔劑。浴室的用品都掛起來預防水垢，少了瓶底長期泡在水裡留下的黏糊和水垢，打掃的時候就會輕鬆很多。洗髮水、沐浴露我都直接換成替換裝，更換簡單，搭配這套可以重複利用的鴨嘴和掛鈎就能直接使用。定量按壓設計很省洗劑，連小朋友都能輕鬆按下。替換裝用完後，像這樣捲起來，垃圾體積只剩1/40，還能不浪費地用到最後一滴，少一點塑料，也少一點碳排放。看上去也很整潔。我習慣用香皂來代替一次性香薰，從小就看外公這麼做，把香皂放進衣櫃。我小時候的衣服總帶着淡淡的皂香，是很懷念的味道。等香味淡了，再拿去洗澡。它只有一層紙包裝，也少一點塑料廢棄。裝進純棉的起泡網裡，洗澡的時候直接用，用完掛着瀝水。善用可用，不制造多餘，也不辜負已有。平时我会收集商品的包装袋，套在支架上就是一個剛剛好的台面小垃圾桶。每次切菜前，我都會先用冷水打濕砧板，
這樣形成的一層曲膜能減少染色和留味。用木砧板切菜，也不用擔心微塑料隨着食物一起入口。已經得了。這裡，一個醬。波馬魯和墩墩都很喜歡吃紅蘿蔔，每次切紅蘿蔔都會分給他們一點。沒用完的蔬菜，我會用蜂蠟保鮮布包起來，借着掌心的溫度輕輕一捏，它就能自然貼合定型。像薑蒜這些零散的小食材，裝進這種口袋形狀的蜂蠟袋，天然蜂蠟透氣又保鮮，清洗乾淨以後還能一直重複使用。碟子也能代替保鮮膜用來蓋菜，還能直接放進微波爐加熱。家裡也經常用玻璃容器保存食物，少一點一次性保鮮膜，既環保，入口也更健康安心。炒菜一直用无涂层的鐵鍋，搭一個防油鍵網，飯後收尾輕鬆。買調料盡量挑玻璃瓶，用完洗淨直接回收，減少塑料廢棄。善用可用，柴米油鹽裡藏着許多創造的可能。午餐做了椒汁脆麵，這是小時候媽媽經常做給我吃的家常菜。這個我們叫做沙拉soba，但是我的老家叫做揚げそば呢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這些年，院裡的野鳥一代代飛來，又一代代繁衍，生生不息。善用可用，不造無謂的浪費，不棄手邊的尋常。願我們的家與自然長久安穩，越來越好。